埃塞俄比亚的神秘咖啡仪式。我们平时见到的咖啡师制作咖啡，都是十分迅速地制作完一杯咖啡。顶多在一些精品咖啡店，咖啡师会介绍一下豆子和讲解一下手法和风味。但是在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，制作咖啡都是有仪式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。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埃塞俄比亚庄重的咖啡仪式 Coffee Buna。这种咖啡仪式不是谁都可以享受的，一定要是贵客，主人才会用这种仪式来招待。首先是准备，通常这种仪式都是由家中的女主人或者年轻女性来主持，她们一般被称为 Bana Tatu。女主人会准备好制作咖啡的各种器具，包括 Mocha、Zanzana、Jabana 和 Chini， 作用我们稍后会提到，并清洗好咖啡生豆，然后进入第二步，烘焙。和其他制作咖啡的方式不同，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仪式是从烘焙咖啡生豆开始的。这里需要用到的器具就是 Mankashkash， 一种类似于平底锅和漏勺结合的烘焙器具，通常都是在明火上直接烘烤，烘烤的程度完全是由女主人的经验所把控，很考验技术。烘焙完毕后，还会将其送到客人面前，给客人闻一下咖啡豆的香气。紧接着就是磨豆，磨豆所需要用到的器具有两个，一个是 Mocha， 就是研钵，另一个是 Zanzana， 就是研磨用的杵。将咖啡豆研磨成粉，有时也会加入丁香、豆蔻等香料。磨好咖啡豆之后便是冲泡，这里要用到的器具被称为 Jabana， 是一种粘土或者陶瓷所制的壶。这种壶一般一个家庭中只有一个，被当地人视为实用而华丽的传家宝，代代相传。冲泡时由上端的壶口加入水和咖啡粉，而且也方便闻咖啡的香气。当壶口开始出现泡沫时，咖啡便煮得差不多了，这时就要进行最后一步，喝咖啡。喝咖啡所要用到的器具就是 Chini， 一种陶瓷所制的小杯子，一些大户人家甚至会用金丝装饰。通常完整的埃塞俄比亚咖啡仪式会将最后喝咖啡的环节分为3轮，就是将咖啡粉反复冲泡3次。其中第一轮叫做 Oo， 被认为是最浓郁的、最美味的一杯咖啡。第二轮叫做 Tona， 口感风味相比于第一轮稍差一些。第3轮叫做 Baraka， 这杯咖啡已经很淡了，更多时候被认为是对饮用咖啡者的一种祝福。品尝咖啡时也会准备一些小点心，通常是一些小面包和在火上新鲜制作出的爆米花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仪式很复杂，但可以充分地表现出主人对贵客的重视，同时也给饮用者很大的参与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有机会，你愿意体验一下这种咖啡仪式吗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